嗨，大家好。最近因为还蛮多人询问怎么洗鸡皮的鞋子，所以想说就拍一片来跟大家介绍我的洗法。那在最前面还是要讲一个免责声明，就是说，如果你怕你鞋子洗坏的话，我不建议用这个方式，因为这是就是我从网络上看到的学来的方式，然后我自己有试过，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那如果你的鞋子很宝贵的话，很稀有的话，我觉得还是送给专业的洗鞋店去洗会是比较好。那可能洗鞋店他用的方法也跟我差不多，也不一定。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知道外面有卖一种类似干洗手那种清洗鞋子的洗剂，就是只要喷在鞋子上面，然后就是会把脏污的地方脱掉这样子。我们今天要准备的东西有水桶。那另外就是中性洗洁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中性洗洁剂的话，我建议就是用洗碗的沙拉拖就可以了。那另外就是一个刷子，以及你要洗的鞋子。我今天要洗的鞋子是998，就是我上班的时候想不到要穿什么的时候，就会穿它的998。那这也可以看到里面已经非常破烂，然后我已经先把鞋垫抽出来了。那因为之后我拍片可能会用到，想说今天天气也蛮好，就顺便来洗一下。前置作业就是先把水放满。好，那因为现在水已经差不多满了，然后刚有利用放水时间先把鞋带拆掉。那现在要做的第一步骤就是毫不犹豫的把鞋子泡到水里面去。因为我们之前可能有喷防水啊，所以就要先把鞋子弄湿，然后再慢慢的洗。那在这边就是可能有时候鞋子上面会有一些灰尘啊，就是建议的话可以先就是把它刷掉。那我觉得看个人了，反正我今天是觉得说，反正我都要洗了，我就直接来这样子。好啊，我旁边有鸭子在叫。就是应该泡水泡的差不多之后，因为我们可能之前都有上一些防水，那就是大概泡水让它有碰到水这样子，让鸡皮的部分有碰到水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开始用加洗洁剂的方式来刷洗。好，其实就是毫不犹豫的把洗洁精倒到鞋子上面，然后我会先用手把大部分的地方都沾满这样子，然后也不需要说特别的起泡什么的。然后鸡皮的部分我觉得还是用手去把它弄大概有沾到这样就好了。然后往布的地方的话是可以用刷的。那鸡皮如果你真的很脏想刷的话也是可以刷，但是我会建议用小刷子来刷。那像我今天准备的大刷子就其实不是很适合用来刷鸡皮，因为我今天其实也只是想说大概清洁一下而已。那现在看到就是左手边的鞋子是我已经清洗干净了，然后右边是还没洗的。那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清洗的重点主要就是这个绑鞋带这个区域，然后还有就是跟大底这边交接处可能会有些脏污，然后就顺便再把大底也刷一下这样子。那因为现在这拍摄地方太阳很大，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看不清楚画面这样，不过就大概就是连 3M 后面这边都有清洗干净这样子。好，那我接下来就是要把另外一只脚清洗完。那接下来是毫不犹豫的把泡泡冲干，就是你要冲到完全没有泡为止哦。那其实我现在在拍这个镜头的时候，是我之前已经先大概冲过，就大概一定要把泡泡全部冲完，因为像我刚倒了很多清洁剂，所以它其实很多会渗到鞋子里面去。那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冲洗完成，就是把泡泡冲到完全没有为止，不然之后残留的话，就是搞不好你穿鞋子之后会觉得有点黏黏，也不一定。好，那就是要冲到泡泡完全没有为止。好的，我现在已经把鞋子清洗完毕了，然后这个阶段我觉得就是看你需求程度，就是要不要把鞋子拿去脱水。因为有些人会怕脱水可能会造成鞋子变形，那我觉得就是直接阴干就好了。这边接下来这步骤就是阴干的步骤是非常重要，就是说
不是把鞋子在太阳底下晒干哦，就是要在阴凉地方让它自然的风干。那晒干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就是会让鞋子以及鸡皮整个更老化。所以说，如果你故意是要把鞋子弄老化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太阳底下曝晒，或是多吹风，那这个鞋子鸡皮就会很容易老化。那现在就是因为我没有打算要这样做老化，所以我就是把它移到阴凉的地方风干。那就是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然后让它自然风干就好了。那这个阶段就是我会建议，就是可能2-3个小时想到就回来看一次。那可能就是鞋子如果里面还有水的话，就顺便把它倒掉。那其实会建议就是说它是靠着墙壁就是立起来这样子，立起来阴干这样子，就是像我现在做的这样，靠着墙壁然后立起来，让它自然的阴干。那有空的话就再回来检查一下。好，经过1天的风干之后，现在鞋子已经完全的干了。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鸡皮的部分，觉得说它好像有比较塌陷一点，或者说洗的过程中有掉一点。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利用刷子再把它刷一刷，它就会比较恢复原本的状态，但也不是完全像之前那样子会非常的滑顺这样子。那其实鸡皮本身就是皮革，然后用砂纸或者说一些器材去把它摩擦，让它起毛球所产生的，所以其实这是算是正常的现象。那如果说你真的不敢自己洗的话，我也劝你不要自己洗，然后最好是交给专业的洗鞋店送洗，会是比较妥善的方式。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次关于清洗鸡皮鞋的一个分享。那也谢谢你看到影片的最后。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也请记得赶快参加抽奖哦。那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也请记得订阅。我们下次开箱见，拜拜。